Hello， 大家好，我是 Alden。今天接着上期视频和大家继续分享 HB.sh 的使用。如果还没有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可以先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先去看一下，因为上期视频是最基础的安装和基本配置。本期视频的内容主要是证书的颁发，通过 Wet Loop 模式、Entrance 模式、Standalone 模式、Standalone T20 模式以及 Stateless 模式，分别演示不同模式颁发证书的过程。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麻烦订阅点赞支持一下，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打开我的域名的 DNS 解析页面。我域名的 DNS 目前是通过 Cloudflare 来管理的，大家自己打开自己的域名提供商的控制台来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打开终端软件，通过 SSH 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先来看一下 SB.sh 的基本配置。可以看到目前一个默认 CA 使用的是 0SSL。OK， 接下来我们通过 Wet Loop 模式来颁发证书。Wet Loop 模式适合服务器当前已经正在运行 Web 服务器。今天我通过 Entrance 服务器和大家演示，其他 Web 服务器逻辑都是一样的。首先需要将域名解析到这台 VPS 服务器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服务器的 IP， 把 IP 拷贝下来，然后回到 DNS 解析页面，添加一个解析记录。首先第一个是添加个 add， 就代表我们是主域名的一个解析，把这个 IP 粘贴进去。我这里取消勾选这个代理这个状态，然后我们保存。我们再来添加个记录 www IP 是一样的，然后再来保存。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添加了一个主域名的一个解析了。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服务器终端，我们先来ping一下，查看一下解析是不是已经生效了。可以看到主域名的DNS 解析已经生效了。再来查看一下 SunBlock， 可以看到都已经全部生效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先查看一下服务器的 IP， 把它拷贝下来，然后回到浏览器直接粘贴进去访问。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能够正常响应一个静态页面了。接下来回到终端，我们先来查看一下 Entrance 的一个默认配置文件。一般情况下是放在 etc 下面的 Entrance 下的 Entrance.config 配置文件。我们查看它，然后就看到上面这个 server 这一段，可以看到它现在路是指定了一个USR share Entrance HTML 下的一个目录，这是静态文件一个目录。我们把这个路径拷贝下来，然后进到这个文件目录下面，查看一下目录的文件。OK，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目录下面创建一个目录，用于颁发这个证书。通过 makedir 命令-p 参数递归创建，它是一个隐藏的目录，点开头，然后 well-none， 然后下级是一个 sb-challenge， 然后回车。创建成功之后，我们通过 ll-a 命令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 well-known 的一个隐藏目录了。接下来我们进到 Entrance 的配置目录，我们新建一个配置文件，以域名开头，点 config 结尾，然后添加一个 server， 监听80端口，添加 server 内的配置，这里就填我们自己的域名，然后接下来添加一个 location 的配置。我们拷贝一下我们刚才添加这个目录的一个地址。我们把这个地址拷贝下来，粘贴进去。这里把前面这一部分给删掉，后面加个斜杠，然后添加个别名目录，这里同样把它粘贴进来，
在最下面加个斜杠，然后我们保存退出，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Engines 的配置，通过 Engines 杠 T 命令，可以看到我的配置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刷新一下配置，通过 Engines 杠 S reload 命令，刷新成功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颁发证书了。通过杠杠 issue 命令来颁发证书，杠 D 参数指定我们需要颁发证书的域名，我们这里就填我们自己的域名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颁发的证书是一个主域名笨书，它这里就不用填那个 3W 开头的，因为它会包含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增加一个杠 W 一个参数，杠 W 意思就是通过 web root 模式来颁发这个证书，后面跟一个 web root 的一个地址，也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 Engines 一个静态文件目录。我们把这个路径填上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车执行。它现在就正在颁发这个证书，我们需要等一下。如果你看到打印了消失线的话，就代表证书已经颁发成功了。下面这些是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路径。我们可以通过杠杠 list 命令来查看一下证书列表。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就会多了一条记录，它的默认的证书类型就是 ECC-256， 签发的机构就是 JLSSL， 下次刷新的日期，颁发的一个日期。接下来我们通过杠杠 info 来查看一下这个域名的信息，通过杠杠 info 杠 D 指定这个域名，可以看到这里就打印了相关的它的一些配置信息了。证书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了。编辑一下 Engines 的配置文件，拷贝一份下来，粘贴，修改一下端口为443，然后加上 SSL， 设位内可以不用改，下面的 location 可以删掉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添加这个证书的一个配置，我们从默认的配置文件里面找，把这个拷贝下来，还有下面这个，上面这个是证书的这个路径，我们填一下，我们就把它放到 etc 目录下面的 Engines， 下面的 SSL， 然后就是域名开头，点 CER， 下面这个的话就是证书的 key 了，同样放到 etc Engines 跟 SSL 域名，点 key 结尾。上面这个是证书文件，下面这个是证书的密钥文件。然后编写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通过 Engines 杠 T 命令测试一下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它现在测试是报错的，因为它并没有找到这个证书文件，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安装这个证书。接下来我们安装一下证书，通过杠 install 杠设，然后指定我们需要安装的证书的域名，我们指定这个 key， 然后接下来指定证书文件 bookchain 杠 file，
最后我们指定刷新的这个命令，刚刚 read log cmd，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重启这个 entrance 了，因为我们是通过 entrance 来颁发证书来测试的。写完之后我们回车，可以看到它这里报了一个没有找到目录，我们同样还需要把这个目录给创建一下。创建成功之后我们再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证书就已经安装成功，并且已经重新刷新这个entrance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了。我们回到浏览器，访问一下这个域名，可以看到域名是能够正常响应的，而且是通过 HTTPS 来访问的。我们再来点开左边这个锁，点开第一项，再点开这个证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证书的一些相关信息了。可以看到我们的颁发日期以及证书的有效期，这里是3个月的这个期限。我们再来通过 3W 来访问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能够正常访问的。通过 web loop 模式来颁发证书是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ntrance 模式。如果你本身服务器就已经运行了一个 entrance 服务器，那么就可以通过 entrance 模式来签发证书。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添加一个域名解析，添加一条记录，我这里就用 entrance 保存。同样通过并命令去检查一下是否是生效了，可以看到已经生效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新增一个 entrance 配置文件，把这个拷贝过来，改一下名称，然后编辑一下。我们把这个server name 给改一下，改为我们刚才解析的这个域名，这个 location 可以不要了。这里我们加上一个 root 吧。下面这个443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删掉，我们保存退出。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entrance模式来颁发证书了。同样指定这个刚刚 issue 命令，刚低参数指定我们需要签发证书的域名，然后在后面再加刚刚 entrance， 代表我们现在是通过 entrance 模式来颁发证书。后面你这里可以跟一个 entrance 一个配置文件，如果你不指定的话，它默认是通过刚 etc 刚 entrance 下面的 entrance.config 去获取的。当然我们不指定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改了 entrance 的配置文件目录的话，就需要指定。然后我们回车执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颁发成功了。我们再通过刚刚 list 命令去查看一下，这里就会多了一条信息。我们同样可以去验证一下，首先需要修改一下 entrance 的配置文件。先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配置文件，把这一段443的拷贝过来，再来编辑一下我们当前这个域名的配置文件，粘贴下面。把这个域名改一下，证书的路径也改一下，这是我们需要等一下安装到指定的一个位置，然后保存退出。通过 Enter-T 命令去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因为找不到这个证书文件而报了一个错误。我们现在需要安装这个证书。把之前这个安装证书的命令拷贝下来，
修改一下。然后粘贴回车执行，我们看已经执行就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去浏览器去访问看一下了。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了，证书已经是生效了。我们查看一下。恩准时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了。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种 Apache 的模式，也是类似的，也就是如果服务器安装了 Apache 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Apache 我用的不多，这里就不和大家演示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Standalone 模式。Standalone 模式是和服务器没有运行任何 Web 服务器的这种情况，但是它是需要依赖 Socket 的。我上一期视频也和大家讲过，如果你没有安装 Check Socket 的话是不能使用这种模式的，所以你需要先安装一下 Socket。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安装了的。同样我们先添加一个域名解析，我这里就直接用 Standalone 把这个 IP 填一下，保存。我们再来拼一下，可以看到已经解析上了。在颁发证书之前，我们需要把 Entrance 给停掉，因为它默认是通过80端口来颁发证书的。把 Entrance 停止之后，我们就可以来颁发证书了。同样通过刚刚 issue 命令来签发证书，干 D 参数指定我们需要签发证书的这个域名，然后在后面再加个刚刚 Standalone， 代表我们现在是通过 Standalone 模式来签发证书的。如果我们是使用非80端口，我们还需要在后面指定这个刚刚 HTTP port， 因为我们是使用80端口，我们就不需要指定了。如果你是用其他端口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去做。我们在后面还可以再加个刚刚 keylen。我们之前签发的证书都是默认的 ECC 256长度的，我们可以签发一下其他长度的一些证书。我这里指定2048，就代表我们签发的证书长度是 ISA 2048长度的。然后我们回车执行。接下来我快速的和大家验证一下。首先需要启动一下 Entrance， 拷贝个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Standalone 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Standalone TLS 模式。
也就是通过 TLS 加密传输的，它其实和Standalone 模式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它是使用443端口来签发这个证书了。同样我们需要停止一下 Engines，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解析一下域名，添加个域名解析。同样拼一下这个域名，这里忘记把这个代理给取消公选了，可以看到已经刷新了。现在我们就可以颁发证书了。同样使用刚刚issue命令，刚D参数指定这个域名，然后在后面再加个刚刚 ALPN， 代表我们现在是通过Standalone 的 TLS 模式来颁发证书了。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非443端口，你还需要在后面再加个刚刚 TLS port 的一个参数来指定你使用的一个加密传输的端口。因为我现在是使用默认的443端口，所以我就不加这个参数了。我在这里再加一个刚刚设我参数，意思是我需要指定另外一个 CA。我们之前签发的证书都是使用默认的 0SSL 来签发，我现在是换了一个 CA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里就用 Let Encrypt 来给大家演示。这里指定它的这个 submit， 然后我们回车执行。可以看到已经颁发成功了。我们同样通过刚刚list命令来查看一下列表，可以看到现在就已经多了一条信息，使用的是一个 ECC 256长度的一个key 的一个长度。我们还在这里指定了一个 CA， 所以它现在是在使用的这个Let's Encrypt 这个 CA 来签发这个证书了。同样快速的和大家验证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这个 CA 的这个就按了一个 Let's Encrypt 来签发的了。Standalone TLS 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今天的最后一种签发证书的模式 Stateless 模式。Stateless 模式的话，我自己是用的比较少的，它是通过直接响应这个账号指纹来实现这个验证的。接下来我们同样需要解析一个域名，再来拼一下，可以看到有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打开它的官方文档，搜索一下，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个 Web 服务器来实现。我这里是通过 Entrance 来演示的，所以把这个location 这一段给先拷贝下来。回到终端，我们拷贝一个配置文件，然后编辑一下，先把上面这一部分给删掉。我们在上面这里添加个 location 的一个配置，然后把上面这个server内的这个域名改一下。下面的这个 location 的话，它就直接返回了一个账号的一个指纹。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先保存一下。获取账号指纹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运行这个 register account 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得到默认的 CA 的一个账号指纹。因为我当前的默认 CA 是 JLSSL，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直接返回一个 JLSSL 的一个账号指纹。如果你需要获取其他SCA 的一个账号指纹，你在后面指定一个刚刚 server， 你要指定这个swap 内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获取到账号指纹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使用这个 Let's Encrypt 来签发这个证书，我就把这个 Let's Encrypt 这个账号指纹先拷贝下来，要编辑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个配置文件，把这一部分给修改一下，然后保存退出，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Entrance 一个配置，可以看到没问题，然后刷新一下配置。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签发证书了，同样使用刚刚 issue 命令，看低参数指定我们需要签发证书的这个域名，然后我们在后面指定一个刚刚 status， 代表我们当前是使用 daily 模式来签发证书的。因为我们刚才的指纹是使用Let's Encrypt 来配置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指定这个刚刚 server 切换我们的这个 CA， 因为我们是默认 CA 是 JLSSL， 所以我们需要指定这个刚刚 server 来切换签发证书这个 CA，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车执行了。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已经签发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刚刚历史参数去查看一下这个证书列表，可以看到最后已经多了这个 daily 这个域名的这个证书了，同样是使用 Let's Encrypt 这个 CA 去签发的。最后快速的来验证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和大家演示完了，总共演示了5种签发证书的模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一。下期视频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通过 DNS 模式来签发证书，这也是我最常使用的一种模式。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大家订阅一下频道，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或者加入交流群告诉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